I hope you don't mind if I say that I love you, 'cause there's so many ways that I want to carve out our names, board a last minute plane, just us two. We can chase the sun as it sets. 你好，我是 Leslie， 欢迎收看我的日本生活记录影片。秋末的京都充满慕名红叶绝景的观光客，整个京都变得非常热闹。我反而想远离人潮，寻找片刻的宁静。而此同时，北近畿已经开始进入初冬，清晨的氤氲还没散去，地上处处可见落叶。但就是这种呼吸都会出现白雾的天气，最适合泡在温泉小镇，住在旅馆，感受日式传统的魅力。有1300年历史的陈崎温泉，日本三景之一的天桥立，还有独特舟屋景色的伊根。用3天浓缩最日本味的旅行，跟我一起享受北近畿的浪漫吧。前往陈崎温泉，从京都坐特急列车，只要2个半小时就到了。中途不用换车，可以很悠哉地欣赏沿途的景色。陈崎温泉到啦！小镇是以传统日式旅馆的概念建造而成，所以到处可以看见温泉旅馆的元素，像是这整面的木屐墙，上面是所有温泉旅馆的名字，可以找找看要入住的旅馆有没有在上面哦。陈崎温泉靠海，小镇沿路上有很多海鲜卖场。冬天是松叶蟹最美味的季节，晚餐就来试试螃蟹料理吧。这个小镇沿着大谷川河岸建立，两岸都是随风飘逸的柳树，很有温泉小镇的浪漫气氛。到了晚上，游客或居民都会穿着浴衣在街上走，成为小镇的独特氛围。这个温泉水还可以喝哦。这里天气变化很快，本来的晴天一下子就开始下雨了。我决定先去旅馆放行李。这间楚奇雅是我这次入住的旅馆，有旧馆和新馆。我预订了新馆的房间。刚刚 check in 的时候，老板给我这张手绘的卡片，感觉很温馨。然后是老板的妈妈带我上来房间，介绍这里的设施。这间旅馆还很新，而且很有设计感，但又不会跟这个小镇的古老气氛有冲突。我还蛮喜欢这种感觉的。来陈崎温泉，游客都会被鼓励要穿着浴衣出去走走，所以我也换上浴衣啦。
陈崎温泉最有名的是有7大外汤，而入住这个小镇的旅馆都会送免费泡汤券。猜猜看，这2天我能泡几个外汤呢？泡完2个温泉，就来吃螃蟹料理的晚餐。小小的餐厅，连出川哲郎也有来过哦。点了螃蟹3吃、刺身、清烫、火烤，一个人吃刚好。陈崎温泉有名的除了螃蟹，还有淡马牛。虽然有点饱了，但还是点了1盘牛肉料理试试。油脂丰富但不腻，还有一股天然的甜味，为这顿晚餐画下完美的句点。吃饱后在小镇散散步，消化一下后再继续去泡汤。旅馆旁边的曼陀罗汤是陈崎最早的温泉，也被称为一生一愿之汤。虽然外面很冷，但是泡完温泉身体都暖了。在房间吃今天买的甜点，配上1瓶水果酒，今天真的太完美了。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第2天的第一件事还是泡温泉。红枝汤有治疗外伤的功效，也有幸福降临的意涵。泡完温泉，接着要坐缆车，从山上的咖啡馆欣赏不同角度的陈崎温泉。回程在温泉市站下车，参观1300多年历史的古寺。这里是陈崎温泉的守护寺。走进这个宁静的小寺庙，就能洗涤人心的烦躁。山下的药师堂同样带着历史沉淀的痕迹，精美细腻的雕刻，像是诉说这里丰厚的历史故事。小镇虽然拥有悠久的历史，但是店铺却很时髦。离开之前可以好好逛一下，或是买一些特别的伴手礼。Easy come and easy go. You're an unfading star, a gentle love, the kind that lifts you up
matter how far apart. 带着满足的心情前往下一站。 Call it chance. 从陈崎温泉前往天桥立，要乘坐单后铁道。只有一节车厢的小火车真的太可爱了。时速不快的火车，搭载复古的情怀，开往记忆中的质朴年代。天桥立是日本三景之一，坐缆车到 Viewland， 从高处看天桥立是最好的角度。天桥立这个地名的由来，是一道长满青松的白沙滩，横跨在宫津湾的西边。当地人相信这是天神在地上架设的桥，所以就取名为天桥立。天桥立有趣的观赏方式叫做 Mata no Soki， 但是这样子头突然往下会有点晕哦。不过真的很像连着天空的桥一样。虽然天气不好，但还是留下了奇特的回忆。从天桥立坐巴士到一根，沿途从山景变成海景，从现代驶向原始，从白昼转变成黑夜，终于到了我心中的桃花源。这里是今晚要入住的周屋与蟹庄。传统日式榻榻米的房间，还有非常有年代感的家具，简简单单在这里住一晚，好像会回到古老的年代，感受质朴的气氛。1泊20的周屋，可以一边看海一边吃晚餐，料理全部都是海鲜。吃着这些高品质的新鲜食材，我觉得这里的住宿费真的太便宜了。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日式的早餐是新鲜的海产料理。昨晚吃晚餐，只觉得这里很温馨，白天才感受到这里的视角有多好。在这里一边看海，一边吃早餐，很快的精神就来了。本来就很美的渔村风景，我想要多一点变化，从陆上、海上和山上3种视角来欣赏。用走路的方式体验一根，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随时停下脚步，近距离观赏周屋。
悠闲地吹着海风，满足心中对单纯年代的想念。接着要从海上的角度欣赏一根舟屋，搭乘游览船约25分钟，就会有海鸥相伴，在海浪平缓的海上感受热闹的一根。喂完了海鸥，接着我们到观光案内所附近的宾士楼吃午餐。上午看完海上的舟屋视角，下午就从山上俯瞰舟屋。虽然爬上这座小山有点累，却可以从上帝的视角观察这座美丽的小渔村，完整收集全方位视角的舟屋照片。When you were born, your mama said, the Lord bless you and keep you in everything that you do, take heart. When you were 8, your daddy said, never take your life for granted. Believe in second 回程的车上，我忍不住一直回味这3天的行程。 when the world's 北进基3天2夜小旅行，绝对是我非常难忘的一段旅程。 remember that you belong. 可以感受传统的日本风味，同时体验美景与美食。 You are all 当地人的温柔以待，却深深地印画在脑海里。 came true. When you laugh, when you cry. 每次旅行最令人期待的，就是体验平常接触不到的生活，用新鲜感为生活充电。虽然冬天不适合出游，但偶尔以违反直觉的方式安排，反而容易遇见惊喜。那么，在日本旅游的经验里，你有遇过什么样的惊喜呢？ Have your back when you're happy, when you're sad, through it all. When you were 16, your auntie said, I remember my first broken heart. Don't let it steal